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阿里巴巴和京东将公布财报，反映中国消费者情绪。面对低价平台竞争，两家电商巨头为留住市场份额而不断扩大低价商品品类，导致传统优势的 Premium 产品销售增长放缓，利润率下降。接下来这条，油价周一继续下跌，因燃料需求疲软迹象和美联储官员的言论抑制了降息预期。降息可能减缓美国经济增长，并抑制燃料需求。下一条，日本巨信干预汇市以支撑日元，对投机活动的打击可能取得一定成效。对冲基金和投机者在截至5月7日的一周内削减了 20% 的日元空头头寸，这是自2020年3月以来最大的看涨日元波动。接下来，澳大利亚金融软件公司 Iris 于周末检测并控制了对第三方平台的未经授权访问。该平台用于管理其预生产软件代码。Iris 表示，未在第三方平台存储客户信息，并且没有证据表明客户数据已泄露。Iris 已采取措施加强安全措施，预计不会影响业务。请看下面这条，油价小幅走低，交易员关注欧佩克加会议。伊拉克对石油减产立场态度不一，由于中国需求疲软，布伦特原油期货跌向每桶82美元，西德克萨斯原油期货跌破每桶78美元。接下来，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利佩茨克地区变电站，引发火灾。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地区也遭袭击，库尔斯克州长称无人员伤亡，火势已得到扑灭。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地区共击落13架无人机，有房屋受损，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请看下面这条。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敦促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暂停雪佛龙价值530亿美元收购赫斯公司的提议，因为这将使石油巨头能够进一步提高汽油价格。接下来，日本股市早盘下跌后企稳，受公司收益预期和股东奖励措施的喜忧参半影响，而日本央行减少债券购买令市场情绪承压。接下来这条，格鲁吉亚警方驱散在议会外抗议外国代理人法案的示威者。此法案引发政治危机，可能影响该国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让我们关注，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其防空系统已摧毁了乌克兰 Overnight 发射的16枚导弹和31架无人机。请看下面这条，中国电动车海鸥价格低廉，品质媲美国产豪华电车，引发美国政界和汽车行业担忧，恐对美国汽车业造成毁灭性打击。请看下面这条，布鲁姆伯格分析师调查显示，欧元区经济今年将比预期增长更快，因该地区最大成员国结束了1年多的停滞不前。让我们关注，日股周一收盘下跌，因投资者在公司财报公布前谨慎观望，且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也拖累了市场情绪。最后一条，亚马逊、辉瑞、微软和摩根士丹利等公司将在周一宣布的一系列新外国投资中扩大他们在法国的影响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主办选择法国峰会，接待180位首席执行官和高管。该活动旨在推动法国再工业化，简化其法规，以吸引外国公司，并使其成为脱欧后欧盟的金融中心。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